係嗰網友喺而家拜登政府仲可以在位係一個禮拜啫，咁就係佢係終於喺呢個時候宣布咗嗰個限制呢個 AI 晶片嘅法案，呢個係嚴厲到不得了嘅。過去嗰一兩個禮拜，我有陸續大家講呢單嘢，咁結果呢，我 delay 咗，本來話10號宣佈，結果13號宣佈咗。咁另外呢，又對中國造船業啊，就係有一個 conclusion 出嚟。咁呢個咁樣嘅封鎖呢，你睇見呢係鋪天蓋地啊，鋪天蓋地。但係拜登落咗台之後 ，Donald Trump 係咪採用同一嘅方法呢？咁我只可以講話我唔知。原理上就係 Donald Trump 旗下好多鷹派，但係嗰個 Donald Trump 嘅政策我有啲難以捉摸嘅。1月13號，拜登政府終於推出咗呢個人工智慧擴散，防止人工智慧擴散臨時最終規則。哇！真係我睇見真係唔使做啦。呢一個結果收市之後NVIDIA 嘅晶片 NVIDIA 跌幾個 percent 價錢，即係咧 NVIDIA 會唔見咗幾多錢生意咧？唔見咗2成生意度啦，唔見咗2成。而家佢係咁樣嘅，嗱，分為3級。第一級係有啲咩人咧？美國、澳洲、比利時、加拿大大呢個五眼聯盟咧，紐西蘭，你睇見五眼聯盟咧，美國、澳洲、加拿大紐西蘭英國英國喺邊度？英國，咁就呢個五眼聯盟。咁然後咧就係台灣，呢啲冇辦法冇嘅，台灣、韓國、日本，因為呢個 Chip 4入邊。然後咧就一啲西歐國家咧就有比利時、丹麥、芬蘭，呢個北歐國家，法國、德國嗰啲發達國家，愛爾蘭因為蘋果愛爾蘭、意大利、荷蘭、西班牙，然後北歐國家呢個就挪威、瑞典、丹麥，就係呢個清單。另外全部冇，你留意新加坡冇，以色列冇，呢啲國家都冇。新加坡、以色列，尤其是係美國嘅盟國都冇。120個國家喺呢度，國家同地區。第3級嘅就有阿富汗、白俄羅斯、緬甸、柬埔寨、中非、中國、剛果、古巴、厄利瑞亞、海地、伊朗、伊拉克、北韓、利比嫩、利比亞、尼加拉瓜、俄羅斯、索馬里、南蘇丹、敍利亞、委內瑞拉、津巴布韋，呢啲係完全唔準賣。呢個係末日嚟嘅，呢個係第一級美國18個盟友可以買入大批嘅智慧晶片。如果總部設喺第一級國家，即係譬如Microsoft 咁啦，可以申請成為全球認證嘅終端用戶，獲得呢一個身份之後咧，可以將7% 嘅晶片運去其他國家。哇！即係 Microsoft， 我喺美國就買100塊晶片。你要保證嗰啲晶片用喺適當嘅地方，全球其他只有佔咗7%，美國佔咗9%，即係喺呢18個國家佔咗93%，呢個係包括呢啲。3級完全唔使要啊！呢個係禁止，即係 H20嗰啲都賣唔到嘅喎，完全禁晒。好啦，我哋最緊要係睇第2級，因為太多啦，第2級國家。購買先進晶片要攞到批准，咁呢個好大鑊啦！向美國商務部申請，有5種可以免許嘅情況，即係咧你要獲得呢個許可咧，有5種情況5種情況，佢認為你可以信用，唔係做軍工嘅嘢，一定要做民工，你又可以信任嘅，同中國嗰啲冇聯繫，5種情況你都啱咧。每年可以買少過1700個，都唔會有威脅呢個。
符合安全標準嘅實體可以申請國家認證終端用戶嘅身份。未來2年最多可以賣32萬個先進晶片。你如果係認可晒你呢啲咁嘅嘢，第一，你同中共、俄羅斯嗰啲冇聯絡，你啲錢係乾淨嘅，你唔係做軍工你唔係做軍工，你做嘅嘢係完全商業嘅，冇威脅性嘅你係唔會俾人 hack 到入去嘅，你唔會租俾人用嘅種子，達到安全標準嘅實體，咁咧就可以獲得呢一個認證終端用家。呢啲咧就係終端用家。全球未來2年只可以賣32萬片先進晶片，哇！呢個就好少。呢個全世界有1400萬片啊，呢個係佢哋只可以夾埋可以賣32萬片，真係咪好好笑咧？幾個 percent 嘅啫，呢個就係大家睇下，即係而家呢個世界將會分為有晶片同冇晶片，基本上有晶片就係得呢啲國家有 AI 晶片，其他唔使做，雷蒙多話呢項方案有助於美國建立全球值得信賴嘅技術生態系統，防範同人工智慧相關嘅安全風險，將成套嘢管死晒，但係又會確保唔會抑制創新或者影響美國喺全球技術領導嘅地位，即係個市場咧夠大。呢個咧因為咧其實咧即係簡單啲嚟講，有嘅就有呢18個國家本來就係已經係一個足夠大嘅呢一個市場嗱，你見到佢淨係西歐國家，東歐都冇。呢班人圈成咗一個圈，呢個圈係可以由 AI 高級 AI 運算出咗呢個圈。第二個階層嗰啲比你少少，第3個嗰啲冇。符合安全標準嘅美國及盟友嘅數據中心公司，將喺全球成立數據中心，分享人工智慧。當地符合相同標準嘅公司，亦都成立數據中心。喂，但係咁，除咗呢18個國家呢，譬如 Microsoft、Oracle 嗰啲做數據中心嘅咧，只可以將7% 晶片運出呢18個國家。呢個真係大鑊喎！呢個係，而且你哋啲國家都可以成立數據中心，但係加埋32萬片，單一用戶唔可以多過1700。32萬咧就即係大概你可以認可到20個呢啲標準用戶度啦。呢個係新規定有4個月嘅諮詢期，然後咧有1年時間去執，即係咧有1年嗱，美國咧一定有一個過渡時期嘅，以免忽然之間中斷嘅。呢一個有1年時間，即係大概嚟講，如果 Donald Trump 唔做任何嘢，就係喺2026年5月就基本上中斷晒對中國嘅全部 AI 晶片嘅輸出，而且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以色列嗰啲都分唔到幾多。不但只限制軟體，仲限制封閉式 AI 模型權重嘅軟體出口。佢係可以唔准你將一套大型元宇模型嗰個計算方法賣俾外邊嗰啲人。佢係強調封閉式，因為開源嗰啲咧佢管理唔到啊，開源好難管。結果 NVIDIA 收市唔係嘅，收市再落咗嘅 aftermarket 120幾蚊嘅啫，呢個就係 Microsoft 亦都係跌，蘋果亦都係跌，因為佢啲生意好難做。輝達入邊負責政府事務嘅副總裁芬克爾話：拜登嘅新規定唔會減少任何威脅，只會削弱
美國嘅全球競爭力，破壞讓美國保持領先嘅創新能力。佢哋一定係咁講，佢哋一定係咁講。which 我唔同意嘅，呢個係只要固然要禁絕晒所有走私係不可能嘅，不可能啊！咁啊，但係咧呢個就係拜登嘅規定係可以令到中國獲得先進 AI 晶片嘅機會咧極低極低，而且減慢咗好多，數量少好多，時間拖遲咗。咁美國嘅競爭力係點咧？就睇下你有冇足夠大嘅市場 for 嗰個 AI 去支持 AI 行業嘅繼續發展。美國政府咧就嘅計算咧就係，其實大部分 AI 晶片都係喺美國盟友嘅18個國家嗰度用嘅。只要呢18個國家有咧，就係佔咗世界8、9成嘅晶片使用，7、8成、7成以上。其實3笪地方就即係 Chip 4就已經佔咗絕大部分，呢個就係呢一個美國、日本、韓國、台灣，然後加埋五眼聯盟，加埋西歐，係絕大部分，唔喺呢個 list 入邊嘅夾埋，只係得20幾個%佔呢個 NVIDIA 嘅晶片，係有20幾個%。但係嗰啲二級國家咧，你唔係唔賣俾佢啊嘛，咁所以咧估計對 NVIDIA 嘅生意嘅影響咧，喺15個月後唔見咗2成，唔見咗2成，當然係影響咗個純利啦。因此 NVIDIA 嘅股份咧喺過去嗰個月咧係上唔到嘅，去到150蚊騰翻轉頭。過去10年啊，嗱呢個隨住中東有咗錢佢哋就想做啲嘢唔使靠石油，主權基金就想大量做 AI 嘅。根據 CNBC 報導，根據 PitchBook 嘅資料，沙地阿拉伯、阿聯、科威特、卡塔爾都尋求經濟多元化，要將科技投資作避險工具。過去佢哋1年對 AI 嘅投資增加咗5倍，而家棘死咗，呢個係對 NVIDIA 最大嘅衝擊嚟嘅，因為包括咗印度啊、沙地阿拉伯啊呢啲，佢都想做主權嘅 AI。呢啲主權嘅 AI 咧，我諗會獲得認證，咁咧就係當然啦，就美國會派人睇住佢，但每個至多得1700塊晶片，同呢一個美國啲公司嘅距離咧好遠，因為咧就呢一個 XAI 嗰個咧已經係10萬走向20萬 ，Meta 又係10萬走向20萬 ，OpenAI 係幾十萬。呢啲限制對主權 AI 影響最大，尤其是中東地區。即係中東地區咧，佢哋好想投資 AI 跑出嚟，結果咧做唔到。美國資訊科技協會上週寫信俾雷蒙多，話倉卒實施新規則可能會破壞全球供應鏈。呢個全球嘅供應鏈係受到 disruption 㗎。我可以話俾你聽，呢啲國家係重挫嘅。呢個係最重挫嘅國家係乜嘢咧？係新加坡。新加坡入口好多嘅大鑊。呢個佢變咗2級國家，以色列、新加坡、以色列、馬來西亞呢啲咧冇晒生意做。呢個甲骨文表示，新規定可能將全球 AI 同 GPU 嘅大部分份額讓俾中國。嗱，咁我又要問你啊，即係嗰啲人買唔到 AI 晶片，有啲人買唔到 AI 晶片，咁佢係咪可以買呢一個中國嘅晶片咧？係。咁咧而家 AI 晶片咧就一刀切，就連低階嘅都唔賣。咁嗰啲人咧就焗住要買呢一個中國嘅晶片。呢個係佔世界份額幾多咧？係佔2成到，有2成嘅市場份額。呢啲人如果要買 AI 晶片，就變咗要買中國嘅。咁中國能夠 supply 到乜嘢晶片咧？呢個華為嘅升騰啊，佢自己都唔夠用，於是一定要大量生產呢個28納米或以下嘅 AI 晶片。
咁呢個功率上好差嘅嘢，即係變咗呢個世界變咗兩個世界，有 AI 算法嘅國家同冇 AI 算法嘅國家。美國貿易代表嗱，呢個就係晶片啦嚇。我睇下 Donald Trump 推唔推翻？如果唔係咧，2026年5月就末日啦，中國嘅 AI 晶片嘅末日，變咗長期喺蠻荒時代，人哋進步去現代化，你就被逼逗留喺蠻荒時代。好啦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完成為數期數要301調查，調查緊呢個海運物流同造船業。大鑊！調查結果，中國透過財政支持對外國公司設置障礙，強制技術轉換、知識產權盜竊、採購政策嚟到扶持本國產業，即係犯晒所有嘅規。第一就係津貼啦，人哋去賣船俾佢，佢又整啲障礙俾你，等你啲船咧就賣唔到去中國。然後咧就係強制你要轉讓啲技術俾佢，一啲最先進嘅造船技術，其實係包括咗液體天然氣其中一樣最重要嘅嘢，郵輪啊呢啲咁樣嘅嘢。然後就盜取人哋嘅知識產權，喺採購嗰時咧故意歧視人哋。世界上而家只係剩翻2個造船大國啊，一個就係中國，一個就係南韓。我可以話俾你聽，報告引述成個造船行業咧係1500億美金，1萬億度。咁呢個就比起晶片嚟講細好多，晶片係已經去到4-5萬億，呢個係加埋晒半導體所有嘢大過佢好多。喺2000年，中國咧只係得5%，而家咧佔咗50%，剛啱50%。你係如果計噸數咧就係50%，計價銀碼咧就係冇50嘅。南韓同佢唔係爭好遠嘅啫，南韓40幾。美國造船額冇人造船啦，跌到得1% 以下，剩翻20間公共私營造船廠。1980年嗰時曾經有300間嘅，執晒啦。冇人造船，因為造船太過辛苦。美國製造業聯盟呢個總裁話：呢個調查結論好有說服力。美國過度依賴中國，對於一個超級大國嚟講，完全唔可以接受。你要用中國啲船，冇中國你就冇船，呢個唔能夠接受。呢個報告可能對中國徵收關稅或者港口稅。但要經過公眾評議期，呢個我最後再解釋。中國商務部堅決反對，無理無據將正常貿易活動認為係損害美國利益嚇。我再解釋一下俾大家聽，呢個係好啦。今年上半年，中國完成2500萬噸嘅船，增加18.幾個%。新接訂單5000幾萬噸喎，犀利，2年接多咗2年，於是咧就越排越長啦，同比增長43.9%。全世界都買中國船，除咗即係有啲買韓國船之外，大部分人都幫襯中國，因為中國造船平，性價比高。手提訂單17000億7000幾萬噸。係可以做幾多年啊？做呢一個6年、7年，同比增加38點幾。3大指標有幾多單，做幾多，做緊幾多，完成幾多，遙遙領先。呢個粵開證券嘅經濟學家話，全球海運強勁反彈，船舶需求增加，以及紅海危機。嗰啲人咧就要做多啲船，呢個就係呢一個我首先講美國擺好晒個架勢就係咁。如果你要賣隻船俾美國咧，即係美國人要買一隻中國嘅船咧，就有稅，有入口稅，可能抽你20幾30% 入口稅咁啦。咁你而家好難做，因為你抽你20幾30% 入口稅咧，你就會貴過南韓，其實係會貴過南韓。你就會考慮拎去南韓做。第二，長期嘅，凡係喺中國製造嘅船入美國港口收一個費用，呢個叫港口費。你啲船除非唔去美國嘅啫，
如果歐洲學埋咧，你除非唔去美國、歐洲五眼聯盟、日本、韓國，如果唔係咧，全部收你港口費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就會令到其他地方嘅造船業咧可以發展啊，甚至咧就係鼓勵南韓去日本，唔係去美國開啓呢個重新開啓造船業。其實要重新開啓造船業咧，造船業係太過，雖然人工唔錯，但係實在太過辛苦，而且危險。你真係要揾印度人嚟做，要揾韓國人嚟做嘅，呢個係嗱，我哋嗰三大優惠嚇，呢個平到震嘅鹽焗開心果38蚊，買300蚊就可以買個，因為唔可以俾人哋嚟攞走晒。手打蝦子麵搶住買73蚊，呢個韓國 Form Bio 護肝素2盒加一個呢個非洲芒果子240蚊，抵到爛，呢個真係呢個護肝素，好唔好啊？多謝大家。